很多人以为钱是我自己赚的，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浪费点算什么？这句话害了无数人后半辈子的福气。你去看看，有些人明明前半生风光无限，做买卖赚钱，家里什么都不缺，可到了晚景，突然一下子就凄凉惨淡了。还有的人正当壮年，看着身体挺硬朗，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可偏偏一夜之间，要么家里出了大变故，要么查出了重病，好好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很多人以为这是命不好，或者是家里风水出了问题。今天我跟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真不是运气的问题，也跟风水没关系。所有的突然衰败，其实都是蓄谋已久。老天要收走一个人的福气，从来不会一声不吭，他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小事提醒你，只是咱们整天忙着过日子，忙着追名利，根本没往心里去。今天这堂课，咱们就来好好讲讲人这辈子福报快要用完的时候，身上会出现哪几个明显的征兆。不管你现在过得多顺心，都要对着自己，对着家里人查一查，发现苗头及时止损，比事后求神拜佛有用得多。讲征兆之前，咱们先把根上的道理掰扯明白。当年弘一法师到了晚年的时候，哪怕是生病了，他也坚持不用特别名贵的药，平时吃饭永远只吃一菜一汤，衣服也是补了又补。他出家前可是富家公子，什么没见过。有弟子看不下去了，心里心疼，就问他：师父，您何苦这么苦着自己呢？法师当时只回了4个字：惜时惜益。他老人家给弟子讲了一个极其透彻的道理。他说我们每个人生下来带着的这身福报，就像是存在银行里的一笔存款，它是有个定数的。你今天浪费1分，那个总账上就少1分。要是你不懂得惜福，不知道心疼，敞开了花，等这笔存款提前花光了，你这辈子也就走到头了。这句话大家一定要放在心里。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明白，钱可以越赚越多，但福报不会。你每浪费1分就少1分，没有补回来的道理。而福报漏得最快的第一个口子，就是暴生天物，不懂敬畏。什么叫暴吞天物？说白了就是不知敬畏，糟蹋好东西。你们去看看现在很多人过日子，或者是去下馆子吃饭，为了讲排场，点了一大桌子山珍海味，吃2口就吃不下了，剩下的连打包都不打，直接一摸嘴走人。在家里也是一样，稍微剩一点饭菜，觉得不新鲜了，随手就往垃圾桶里一扔。还有平时买衣服，有些人一柜子的衣服，连吊牌都没拆，穿都不穿，只因为觉得样式过时了，或者看腻了。平时用水用电的时候也是，水龙头开得哗哗响，任凭清水白白流走，一点都不觉得心疼。如果你去劝阻一下，他们还会理直气壮地回你一句：这能值几个钱？我又不差这点钱，错在哪里？大错特错啊！佛法里讲福德有量，咱们老祖宗也常说入尽则死。人这一辈子能吃多少粒米，能穿多少件衣服，能喝多少口净水，那都是你一出生命里的实录账本上早就记好的定数。你以为你倒掉的是那一盘剩饭剩菜吗？你以为你扔掉的是几件不值钱的旧衣服吗？根本不是。你在垃圾桶里倒掉的是你晚年躺在病床上用来救命的口粮，你白白流掉的是你留给儿孙后代保平安的福气。你们仔细去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你看有些老人到了晚年，得了那种治不好的暗病怪病，手里明明握着大把的退休金，
可是水米不进，插着管子连一口汤都咽不下去。为什么会受这种活罪？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把下半辈子该吃的粮，该享的福提前给糟蹋光了。福报这个大漏斗往往不是在什么大是大非上漏掉的，它就是从你家的饭桌上、水槽边、衣柜里顺着那些你看不上的小缝隙一点一滴漏干的。你年轻时候或者现在糟蹋的每一口粮食、每一滴水，老天爷都在账本上给你清清楚楚的记着呢。等你老了，生病了，家里遇到坎儿了，需要用福报来挡灾延寿的时候，你回头一查账户，哎呦，福报已经是负数了。那时候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所以啊，诸位老朋友，千万不要觉得剩一口饭、流一滴水是小事，你不惜福，晚年就必定要受罪。当你或者你的家人开始对身边的一茶一饭失去敬畏心，开始觉得浪费一点无所谓的时候，你就要高度警惕了。这是福报亮起红灯的第一个大征兆，这叫外耗。可是啊，光是往外扔糟蹋东西，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听到这儿，有些老朋友可能会一拍大腿说，这个毛病我可没有，我这人这辈子最节俭，从来不扔东西，连个破塑料袋我都死死攒着，我这总算是守住福报了吧。我跟你讲，你先别急着高兴，老天爷如果要让一个人的福报加速耗干，不仅会让他往外扔，还会让他心里生出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让他拼命的往家里搂。往外扔是漏，拼命往家里搂同样也是漏，而且漏得更狠，甚至能把你那根安稳的寿命线都给生生拉断。这就引出了咱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福报耗尽的征兆，叫做贪求无度。什么叫贪求无度？你们去看看身边有多少老年人家里有填不满的柜子，塞得死死的床底下，有的人天天去听讲座，买回来成堆成堆的昂贵保健品堆在角落里落灰，根本用不上。还有的人天天去听讲座，一天到晚泡在超市里，一看到打折降价的促销，就跟不要钱一样往购物车里装，吃不完用不完，就这么死死的囤着。佛法里把这种现象叫什么？叫无明贪漏。无明就是你心里头糊涂了，看不清真相。贪漏就是因为这份贪心把你命里的福气给漏光了。你以为你买的是便宜，你以为你囤的是安全感，其实呢，你心里那个填不满的匮乏感和占有欲正在飞速的划拨你命里的受用账本。福报没用在滋养你的身心上，全变成了一堆没用的死物，死气沉沉地压在你的家宅里。我见过这么一位老人家，咱们就叫他林大爷吧。林大爷这一辈子那是出了名的会过日子，恨不得1分钱掰成2瓣花。退休以后，他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掐着表去大超市，专门等晚上8点以后生鲜区贴降价标签。林大爷图的不仅是省钱，他骨子里想要的是那种我又占到便宜了的掌控感。为了能多囤点降价菜，他硬是在家里那70平米的小房子里塞了整整3个大冰箱。每天晚上，林大爷像得胜还朝的将军一样，拎着大包小包打折的白菜、临期的冷鲜肉回到家，使劲往冰箱里塞，塞到最后冰箱门都关不上了，只能用胶带粘住。儿女们周末回来看他，一开冰箱，一股子怪味直冲脑门，菜叶子都发黏了，肉也变色了。儿子实在看不下去，就劝他，爸，你买这么多根本吃不完，全坏在里面了，
这不是更浪费钱吗？你想吃什么，咱们天天买新鲜的行不行？这话一出，可把林大爷惹毛了。他觉得儿子在挑战他一家之主的权威，更是在否定他一辈子的生活方式。他一拍桌子，指着儿子的鼻子骂：你懂个屁，这叫会过日子。我辛辛苦苦省下几个钱，轮得到你来教训我？这些东西好得很，一点都没坏。儿女们怕吵架，只能摇摇头走了，以后连回他家吃饭都不敢回，生怕吃坏了肚子。儿女越是这样，林大爷那股倔劲和执念就越深。为了向儿女证明自己是对的，也为了向自己证明没有吃亏，他开始了一场荒唐的较劲。有一次他抢了10几盒马上就要过期的冰冻带鱼，那带鱼化了冻以后，其实已经散发出一股淡淡的腥臭味了。林大爷心里也直犯嘀咕，但他一咬牙，心想在油里多炸一会儿，多放点大蒜和酱油，味道盖过去就没事了。为了把这10几盒带鱼赶紧消灭掉，林大爷硬是顿顿吃带鱼，连续吃了整整3天。一边吃，他心里还一边恶狠狠地想：我叫你们说我浪费，我这不是全吃进肚子里了吗？到了第3天深夜，报应来了。林大爷突然觉得肚子里像有一把刀子在绞，疼得他浑身冒冷汗。他连滚带爬地想去摸手机，结果双腿一软，直接栽倒在客厅的地上，那是急性肠胃炎大发作。林大爷疼得在地上满地打滚，连呼救的力气都没了。好在邻居听到动静不对，赶紧帮忙打了急救电话，又通知了他的儿子。等救护车赶到，医护人员和儿子一脚踹开门冲进去的时候，那个画面，林大爷的儿子后来说他一辈子都忘不掉。林大爷蜷缩在地上吐了一地，而客厅角落里那3个因为塞得太满，制冷已经出了故障的大冰箱正顺着门缝往外渗着水，整个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怪味。林大爷被连夜拉到医院一检查，不仅是严重的急性肠胃炎，还引发了轻度的败血症，直接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在医院里折腾了半个多月。林大爷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出院结账的时候，儿子把长长的缴费单递到他面前，叹了口气说：爸，这次住院抢救一共花了2万多块钱，你算算，这2万多块够你买10年的新鲜带鱼了吧？林大爷躺在病床上看着那张单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回到家后的第一件事，林大爷自己动手拔掉了其中2个大冰箱的插头，把里面那些冻成了黑冰疙瘩的肉、烂成泥的菜一袋一袋全扔进了楼下的垃圾桶。从那以后，林大爷每天只拿个小布袋，吃多少买多少，再也不去抢什么降价菜了。诸位啊，你们听完林大爷的遭遇，觉得他是个笑话吗？我跟你们讲，这是一本极其严肃的生命账单。林大爷表面上是在省钱，佛法里却把这叫做极度的玩贪。占就是吝啬，一毛不拔；贪就是什么都想要，不知足。你以为你买回来的东西没花多少钱，你占了大便宜，可是你忘记了，天道是最讲平衡的，贪小便宜必然要吃大亏。你把那些吃不完的饭菜、穿不上的衣服，这些东西就变成了死物。在咱们看不见的地方，你对这些东西的执念正在疯狂地吸食你家里的亲戚，消耗你命里的福报。这就好比你的受用账本里原本有10万块钱的额度，你为了几斤发臭的带鱼，强行把额度刷出去了。等到你真生病了，真需要老天爷保佑你平安度过劫难的时候，对不起，你的账本空了，
你只能拿自己的身体受罪，拿自己的寿命去顶账。所以老朋友们，今天听完这堂课，回头去看看你们自己的家，看看你们的衣柜里是不是挂着3、5件连吊牌都没剪，几年都没碰过的新衣服，看看你们的床底下是不是塞着几套花大价钱买回来只用过1次的按摩器，看看你们的冰箱里是不是还冻着去年过年剩下的陈年老肉。如果你家里也有这种填不满的柜子，劝你一句，赶紧醒一醒，那些不是你的财富，那是你心里的贪念变出来的讨债鬼。你以为你留着他们是过日子，其实他们正在一点一滴的吃掉你晚年的健康和安稳。贪心一动，福报就漏，等到病床上花钱如流水的时候，你后悔就来不及了。咱们前面讲的这2个征兆，浪费和贪求，都还只是外在物质上的漏福。可是我告诉诸位，老天爷要败一个人的家，或者说一个人的晚年要开始走下坡路，还有一个更深更毒的漏斗。这个漏斗看不见摸不着，但只要一出现，你家里就是有金山银山，也会被败得干干净净。这也就是我们要讲的第3个征兆，家庭怨气。什么叫家庭怨气？你推开家门看一看，2口子是不是天天为了谁洗碗谁买菜这种芝麻绿豆大的事情互相指责，婆媳之间是不是因为一句话没说好就在心里暗暗记恨，10天半个月互相不搭理，甚至儿女回到家面对父母也是满脸的不耐烦，动不动就大吼大叫，整个家里头连一点笑脸都看不见，空气里就像飘着一股火药味，冰冷冷的。佛法里有一个极其深刻的词，叫做大心招感。你散发出什么样的念头，就会把同等气场的东西吸到你身边来。你们要晓得家是什么地方，家是咱们每个人补充元气藏风聚气的地方。如果你这个家里天天吵架，全都是怨天尤人的气场，这在风水上叫什么？这叫败气。财神爷也好，能帮你的贵人也好，他们都是喜欢喜气洋洋和和睦睦的地方。你天天在家里板着脸发脾气，等于是亲手把你家的大门关死，把财神和贵人全给骂跑了。清朝康熙年间，当时的当朝宰相张英虽然人在京城做大官，但他老家桐城的宅子里还住着他的老母亲和一大家子亲眷。有一年，老家的张家人准备扩建府地，要重新垒一道院墙。不巧的是，隔壁邻居吴家也要建房子，2家人因为宅基地的边界问题，刚好卡在了一处空地上，谁也不肯让步。诸位仔细想想，这2家为了什么争？真就是为了那1寸半尺的烂泥地吗？根本不是。张家人心里那个极其强烈的欲望，他们觉得我们家老爷在京城当宰相，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要是连老家垒个院墙都被邻居占了便宜，传出去岂不是让乡里乡亲笑话我们张家软弱可欺？而吴家呢，也是当地的大户，平时心高气傲，心想你张英在京城做官又怎样？强龙不压地头蛇，凭什么要我给你让地？就这么着，2家人的火气越来越大。一开始还是管家互相拌嘴，后来变成了家丁们隔着墙破口大骂，互相往对方院子里扔烂泥巴，整个巷子里乌烟瘴气，2家人的怨气冲天，剑拔弩张，眼看着就要拿起棍棒干仗了。一旦真的动手见了血，2家结下世世代代的血海深仇，这就是极大的恶缘。家宅的安稳气数立刻就会被这股冲天的怨气给冲破。在这个随时可能闹出人命的节骨眼上，张家人想出了一个自认为聪明的办法，
他们连夜写了一封信，派人快马加鞭送到京城，交给了张英。信里把吴家骂得一文不值，要求张英赶紧动用宰相的权力，给地方官施压，把吴家狠狠治一治，好替张家出一口恶气。信送走之后，张家人每天就在院子里冷笑着看吴家，心里盘算着，等我们家老爷的文书一到，看你们吴家还怎么嚣张。这叫什么？这就是要把怨气变成刀子去伤人。过了些日子，京城的回信终于到了，张家人欢天喜地地把信迎进大堂，一大家子人围在一起，等着看宰相老爷怎么发威。老夫人亲手拆开信封，抽出来的却不是什么给地方官的公文，也没有什么严厉的狠话，信纸上只写了一首短短的打油诗，上面写着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3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首诗写得太通透了。张英等于是在跟家里人说，你们快马加鞭跑了1000多里地来找我，就为了争一道墙，人生在这世上能活几年，你让他3尺又能怎么样呢？你看看当年秦始皇修的万里长城，到现在还在那儿横着，可当年那个不可一世的秦始皇，如今又在哪里呢？张家人满心的怒火和怨气，被这首诗就像一盆清凉的水，瞬间浇得干干净净。老夫人拿着这封信，满脸羞愧，眼泪都下来了。他们突然明白自己之前为了争一点面子，心胸狭窄到了何等可笑的地步。张家人立刻做出了一件让全城人都惊掉下巴的事，他们不仅没有去衙门告状，反而把自家的工匠叫来，主动把已经打好的地基往后退了整整3尺，让出了一大块空地。隔壁吴家一看，原本以为张家搬出宰相要来抓人了，结果人家不但没动用特权，反而主动退让了3尺。吴家的当家人羞愧得无地自容，赶紧把自家的墙也往后退了3尺，两家各退3尺，中间就空出了一条6尺宽的巷子。这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6尺巷，那一股差点酿成血案，败坏两家风水的冲天怨气，就因为张英的一念忍辱和慈悲，化解于无形。后来张英的儿子张廷玉同样官至宰相，张家子孙在朝中为官者连绵不绝，福泽极其深厚。咱们讲完张英的故事，老朋友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咱们自己，咱们虽然不是宰相，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道理是一模一样的。你在家里因为老伴跟你拌了个嘴，因为儿媳妇做事你不满意，你就拉下脸，在心里升起一股恨意，甚至摔盆打碗。你以为你真赢了那一口气，其实呢，你赢的是嘴上的输赢，输掉的却是整个家宅的风水和寿命。佛法叫咱们看破，不是让你变成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木头人，而是要你看清这背后的利害关系。家里的怨气是最毒的漏斗，怨气一生起来，人的5脏6腑都在受煎熬，气血全乱了。你这是在拿自己的健康去给别人的错误买单。更可怕的是，这种怨恨的磁场会顺着血脉传给你的子女，让孩子从小性格偏激冷漠。等你到了晚年，躺在病床上需要人端茶倒水的时候，你指望谁来用和风细雨照顾你？那些恶果最终全都会报应回你自己的身上。所以呀，诸位发现家里开始怨气冲天了，赶紧停下来，把嘴闭上，把火压住，这就是在给你的晚年积阴德留后路。不过有些人可能要说了，我们家挺和睦的，从来不吵架，这种行了吧？要是你家里不吵架，
这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你这个人走到外面去，因为手里攒了几个养老钱，或者退休前当过点小领导，就开始看不起穷亲戚，对保姆对饭店服务员大呼小叫，连个正眼都不给人家，我告诉你，那你惹上的麻烦比家庭怨气还要大得多。这就引出了咱们今天要讲的第4个，也是漏福最快的一个致命征兆，叫做狂妄自大。佛法里把这个毛病叫做慢心，贪嗔痴慢疑。这慢心就是傲慢，看不起人，觉得老子天下第一。咱们老祖宗也常讲一句老话，叫德不配位，必有灾殃。诸位，你想想看，你有多大的德行，才能端多大的碗？老天爷给你的财富地位，哪怕是让你晚年过得顺遂的一点福气，那是让你去广结善缘，帮助别人的，绝不是让你拿来当作踩在别人头上的资本。如果你把这些外在的东西当成了狂妄的本钱，觉得全天下就你最能干，你最高贵，这在佛法里叫什么？这叫慢心火烧功德林。你哪怕前半生做了再多的好事，只要这傲慢的火苗子一窜起来，瞬间就把你辛苦攒下的无形福气给烧得干干净净。老天爷要收走一个人的福报，必定先让他狂妄。我见过这么一位老人家，咱们就叫她李阿姨吧。李阿姨是个退休的高级教授，一辈子顺风顺水，受人尊敬，骨子里有一股极强的优越感。前2年他儿子结了婚，娶了个乡下上来的姑娘，李阿姨表面上为了儿子的幸福捏着鼻子认了，可心里头极其不痛快。有一回亲家母大老远坐着长途大巴车来看女儿，手里提着2麻袋自己种的紫薯、土鸡蛋，还有腌的老咸菜。李阿姨连门都不让人家进死，捂着鼻子嫌弃那麻袋底上有泥巴，硬是让亲家母把东西放在楼道里。等亲家母前脚刚走，李阿姨转身就把那2袋子心血全扔进了楼下的垃圾桶，一边扔还一边骂骂咧咧，说这种穷酸气别熏坏了她的高档实木地板。后来儿媳妇怀孕了，按理说婆婆该搭把手照顾一下，可李阿姨借口自己腰疼，死活不沾边，不仅不伺候，她还理直气壮地出主意，让儿子把乡下的丈母娘叫来当免费保姆。亲家母是个老实巴交的农妇，为了女儿的肚子，二话不说就卷起铺盖来了城里。这下可好，李阿姨算是彻底找到了发泄优越感的对象。亲家母每天起早贪黑买菜做饭，李阿姨不仅一句好话没有，还天天用最尖酸刻薄的话挑刺，一会儿嫌菜炒咸了，一会儿嫌地拖得不亮，甚至当着儿媳妇的面指着亲家母的鼻子数落，你们农村人就是不懂规矩，手脚这么笨，要不是生了个好闺女，这辈子也住不进这么好的房子。亲家母低着头，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可为了女儿能在这个家里好过点，硬是一声没吭。李阿姨觉得自己高高在上，简直是拿捏了所有人，可她忘了天道最是看不得人狂。就在儿媳妇快生的那个月，有一天下了点小雨，李阿姨非要穿上她那双带跟的皮鞋下楼去打麻将，刚走到2楼，一脚踩空，咔嚓一声，整个人从楼梯上滚了下去，直接把大腿骨给摔断了。这一下李阿姨彻底瘫在床上了。儿子当时正巧在外地有重要的出差，根本赶不回来，想花钱请护工吧，快过年了，人手紧，加上他平时脾气太大，连换了3个护工，人家都不愿意受他的气，结了工钱就走人了。就在李阿姨躺在病床上疼得掉眼泪，连口热水都喝不上，
叫天天不应的时候，房门推开了，走进来的正是那个被他百般侮辱、天天数落的亲家母。亲家母什么抱怨的话也没说，端着一盆热水，拿着毛巾，默默地走到床前，开始给李阿姨擦脸、擦身子。因为大腿打了石膏不能动，李阿姨大小便只能在床上解决。有一天夜里，她没憋住，弄脏了裤子和床单，臭气熏天。李阿姨自己都觉得没脸见人，时时闭着眼睛等挨骂，或者等着亲家母报复她。可亲家母不仅没有一丝一毫的嫌弃，反而打来温水一点点给她清洗干净，又把那条脏裤子拿到卫生间，蹲在地上用手搓洗，听着卫生间里传来的刷刷的搓衣板声音。李阿姨躺在病床上，那颗狂妄傲慢的心就在那一刻彻底粉碎了。她捂着脸，眼泪顺着指缝往下流，回想自己当初扔掉的那2袋土鸡蛋，回想自己指着人家鼻子骂的那些刻薄话，他羞愧的连死的心都有了。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亲家母就在床前端屎端尿，任劳任怨地伺候了他整整3个月。等李阿姨重新站起来的那天，她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亲家母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从那以后，李阿姨就像彻底变了个人，逢人便夸亲家母和儿媳妇有多善良，再也没对身边任何一个服务员、送货员摆过半点教授的架子，把所有的傲慢全都收了起来。诸位老朋友，你们听完李阿姨摔断腿的事，明白老天爷的苦心了吗？老天爷让她踩空，不是跟她过不去，而是要用这种惨烈的方式硬生生折断她的傲骨。如果不把他的慢心打碎，让他吃到狂妄的苦头，他这点福报迟早要被他的尖酸刻薄漏得干干净净，到最后肯定是个众叛亲离、孤独终老的下场。所以越是有钱，越是日子过得顺，咱们就越要低下头来做人。你不低头，老天爷早晚会想办法把你的头按到泥地里，教你认清众生平等的道理。当你对不如你的人恶语相向的时候，你的福报就在这傲慢中灰飞烟灭了。咱们前面讲了4个漏福的窟窿，物质上的糟蹋浪费、贪求无度，还有心性上的家庭怨气和狂妄自大。如果这4个漏斗你都有，而且浑然不觉，死活都不愿意堵上，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告诉诸位，老天爷就要跟你算总账了。你必定会迎来第5个，也是最残酷的一个终极征兆，肉身上的生死大关。你们去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看一看，有很多人明明年纪也不算太大，突然就查出了绝症，还有些老人躺在病床上，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切开了气管，连一口米汤都咽不下去，每天靠着输营养液吊着一口气，生不如死。咱们老百姓看到这种凄惨的画面，往往会叹气说，哎呀，这真是活受罪啊！什么时候是个头呢？为什么会受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活罪？又为什么有的人平时看着挺壮实，突然一下人就没了？为了把这件事讲透，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佛法里一个极其核心的生命底牌，叫做人生的3本账。咱们每个人来到这世上，底子里都带着这3本账。第一本账叫寿算账，通俗点说就是你的寿命线，你这辈子理论上能活多长，这是一出生就有个大概定数的。第二本账叫受用账，也就是你的消耗账，你这一生能吃多少顿粮食，能穿多少件衣服，能花多少钱，能享多少福，全从这本账里往外划拨。第3本账叫得赔账，就是你平时做好事
积阴德攒下来的福报利息。这3本账里头最容易出问题，最容易被刷爆的就是第2本受用账。你狂妄自大也好，在家里发脾气也好，糟蹋饭菜买几百件衣服不穿也好，全都是在疯狂的透支这本消耗账。佛法里讲路尽则死，当你的受用账被你提前刷爆，彻底清空的时候，就算你的第1本账寿命线原本还能活20年，也会因为失去了福报的支撑被硬生生的拉断。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正当壮年毫无征兆的突然离世，因为他的福报已经供养不起他的肉身了。那如果福报的账本刷空了，可寿命的那条线实在太长，一下拉不断，会怎么样？那就出现了咱们刚才说的活受罪，这在佛法里叫福尽而寿未尽。你命里该吃的粮，该享的福全照光了，可是你的寿命还没到点，阎王爷不收你，那你这副身体就只能用半停工半报废的状态在病床上生熬，水米不进，是因为你的受用账里连一滴水1粒米的额度都没有了，你只能硬挺着受苦，用最大的痛苦去把你剩下的寿数一点点磨完。诸位啊，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后背发凉？这本生命的账务学就是这么铁面无私。那么如果一个人已经把受用账透支的差不多了，身体也开始出大毛病了，是不是就只能等死或者等着活受罪了呢？不是的，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在，懂得回头，定业也是可以转的。我给诸位讲一个佛典里明确记载的真人真事。在古印度的时候，有一位声名显赫的君主叫波斯匿王。这位国王手握天下大权，国库里金银财宝堆积如山。他这个人最大的欲望，也是唯一的嗜好，就是极度贪恋天下美食。波斯匿王每天的生活就是变着花样的吃。他命令御膳房，不管是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必须用最名贵的香料，最丰厚的油脂烹饪出来。他一天要吃好几顿大餐，每一顿都吃得沟满壕平，直到嗓子眼再也塞不下一块肉为止。他这种毫无节制的吃法，其实就是在把自己的受用账当成柴火一样疯狂的燃烧。福报烧得越快，果报来的也就越猛。没过几年，波斯匿王变成了一个极其肥胖的巨汉。他胖到了什么程度呢？别说骑马打仗了，他就算从大殿的王座上站起来，走到门口这几步路，都会喘得像拉风箱一样，大汗淋漓，双腿发抖。更可怕的是，一到晚上睡觉，他那一身的肥肉压迫着心肺，经常睡着睡着就喘不上气，憋得满脸通红的惊醒过来。波斯匿王虽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他每天夜里都活在极度的恐惧当中。他太害怕了，他害怕自己某天晚上闭上眼睛就再也喘不上那口气，直接憋死在睡梦里。这在咱们今天看来叫重度肥胖引发的疾病，但在佛法里看，这就是典型的福欲尽而死相现。他的受用账快空了，寿命线随时要崩断。波斯匿王实在熬不住了，他知道世间的御医根本治不了他这个毛病，因为他根本管不住自己那张嘴，看见烤肉和甜食就两眼放光。于是他坐着大马车，有几十头大象拉着，气喘吁吁地赶到了范祖给孤独园，去向佛陀求救。他一见到佛陀，艰难地跪在地上，哭着求佛陀给他一个能救命的神咒，或者是一粒吃下去就能百病全消的仙丹。佛陀慈悲地看着他，知道他这是无名贪漏惹的祸，靠吃药是救不了命的，必须强行截断他消耗福报的窟窿。
于是佛陀没有给他任何仙丹，而是把他身边的一个贴身侍从叫了过来，当面教了一首极其简单的国语。佛陀吩咐这个侍从，从今天起，只要国王坐在饭桌前，端起碗，筷子刚刚碰到食物，正准备往嘴里送的那一刹那，你必须站在他旁边，用最大的声音把这首丹语喊出来。这首恩语是什么呢？只有短短的一句话：人当自细念，每时知节量。意思是说，人必须时时刻刻看住自己的念头，每一顿饭都要知道节制和适量。国王半信半疑地回了宫。到了饭点，御膳房又端上来烤得流油的瘦肉和香喷喷的米饭。波斯匿王闻到那个香味，口水直流，什么恐惧都忘了。他抓起一块肉，刚要塞进嘴里，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瞬间，那个侍从扯着嗓子在大殿里猛地大喊一声：人当自细念，每时知节量。这突如其来的一嗓子像个炸雷一样在国王耳边响起。波斯匿王吓了一哆嗦，手停在半空。这一句提醒瞬间把他从对美食的贪念中强行拉了出来，让他猛然想起了夜里憋得喘不上气的恐惧，想起了佛陀关于生死和福报的警告。他看着手里的那块肉，咬了咬牙，硬生生地把它放回了盘子里。那一顿饭他只吃了平时的一半，就强迫自己离开了饭桌。到了第二顿，他又饿又馋，刚拿起勺子侍从又是一声大喊：人当自细念，每时知节量。他又一次惊出一身冷汗，强行放下了食物。刚开始的那10几天，波斯匿王痛苦极了，那种想吃吃不到的欲望就像猫爪子一样挠他的心。可是靠着这声大吼的强行截断，他把最猛烈的那股贪欲给压下去了。1天、2天、1个月过去，他的胃口慢慢变小了，不再贪恋那些油腻的食物，饭量恢复了正常人的水平。半年之后，波斯匿王身上的肥肉奇迹般的消失了，他的呼吸变得平稳顺畅，走起路来健步如飞。他亲自走到佛陀面前，感谢佛陀的救命之恩。诸位老朋友，你们看明白波斯匿王是怎么把命保住的吗？佛陀教给他的表面上是个减肥的办法，实际上是教他如何在命悬一线的时候给自己的受用账安上一个紧急刹车阀。他不吃了，不是没有食物吃，而是他主动放弃了对外物的消耗。这就是佛法里最硬核的逆天改命之法。当你发现受用账快空了的时候，强行止损，把你每天漏出去的福气给截住，漏斗一堵上，你剩下的寿命线自然就稳住了。讲到这里，咱们已经把这5大漏福的征兆以及生命底层的那3本账完完整整的给诸位剖析透了。很多老朋友听到这里，心里可能有些发慌，心里想着：哎呀，我以前不懂这些因果，脾气也大，买东西也大手大脚，可能已经漏掉了不少福报，这可怎么办？我这晚年是不是就没指望了？只能干等着受罪了。诸位千万别慌，佛法从来不是用来吓唬人的，佛法讲因果，更讲转机。只要你今天还有一口气在，只要你今天听明白了，愿意回头，那定业也是可以转的。怎么转？今天我就教给诸位4个最落地、最实在的佛学修补法则，你只要照着做，就能把你漏掉的福气硬生生的给补回来。这第一个要紧的动作叫做敬畏受用，设个卡子把漏下去的福报截住。这一条专门对治咱们前面说的糟蹋东西和疯狂囤积。咱们老朋友回去以后给自己定个规矩，你想买什么非必须的东西，
不管是保健品还是新衣服，先别买，强行让自己冷静一整天。过了一天，你问问自己，我是真缺这个东西保命呢，还是为了填补心里的空虚和虚荣？这一问，80%的贪念就散了。还有老祖宗说，衣食住行只求7分饱。你以后买衣服实行一进一出，想添一件新的，必须从柜子里挑一件旧的捐出去，绝不往家里死囤。每天端起饭碗吃饭的时候，别急着动筷子，在心里默默念一句感恩，绝不轻易倒掉一口好饭菜。洗手的时候把水龙头关小一点。你看好的是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其实你这是在用敬畏心斩断自己那糊涂的贪念，把你命中本来要挥霍掉的3分福报硬是省下来，留作你晚年挡灾救命的口粮。第二个动作叫做忍辱惜当，守住家和，这一条是用来对治家庭怨气，修补家宅风水的。诸位老朋友，你们在家里以后要是看到老伴做事不利索，或者儿媳妇哪句话没说对，你那股子火气刚窜到嗓子眼，马上要爆发的时候，你听南师一句劝，硬生生把它咽下去，退一步。这在佛门里叫修忍辱。很多人觉得在家里让步是认怂，是自己吃了亏。我跟你讲，你这不叫认怂，你这是有大智慧。你把那句恶毒的话咽下去了，你家里就不会生出怨气。没有怨气，你就是在用极大的修养死死地护住了你们这个家的财气和福神。你不争那个口头上的输赢，老天爷就会在寿命和家运上把这笔账给你补得足足的。和气生财，和气更延寿，这就是最好的居家风水。第三个动作叫做降伏慢心，低头修福，这是用来对治咱们骨子里的傲慢和狂妄的。人啊，只要手里有点闲钱，或者以前有点地位，最容易犯的就是这个慢心。从今天起，你走出家门，越是面对饭店的服务员、小区的保安、做保洁的阿姨，或者是不如你的穷亲戚晚辈，你越是要管住自己的嘴，时刻保持谦卑，多给人家一点笑脸和尊重。你不要觉得人家地位低，你就可以随便使唤，你对人家客气，就是在扑灭你自己心里的那把功德火，把你那高昂起的下巴收回来，低下头来做人。老天爷看了才舍不得动你，你放下了身段，你的福报才能像水一样安安稳稳地聚在你这个低洼的地方，这叫厚德载物。第四个动作也是最能转运的一个动作，叫做舍施回向，转好为存。前面3个动作都是教你怎么堵漏，这最后一个动作是教你怎么广培阴德。你要明白福报这个东西，你死死地攥在自己手里，放在柜子里落灰，那就是消耗品。只有你把它发愿给出去，它才会变成利息，变成你命里的阴德。老朋友们找个时间，把家里那些半年以上都没碰过的死物，不管是衣服、鞋子还是多余的被褥，通通清理出来，捐给真正需要的人。这就叫把个人的福报转入流通。还有，你每天早晨醒来或者晚上睡觉前，在心里默默起一个善念，希望天下所有的老人都能老有所养，希望身边的邻居朋友都能没病没灾。到了月底，你在心里把这些省吃俭用、忍辱让步攒下来的福分回向给你的家人，回向给众生。你每捐一件东西，每起一个善念，就是在你的那个德培账本上存进了一笔大大的利息。你这就从一个福报的消耗者
彻底变成了一个福报的流通者。老天爷的账本是最公平的，你越是心里装着别人，老天爷就越是把你那条寿命线往后拉，把你晚年的日子垫得厚厚的。这4个动作就是截断贪念，忍住脾气，低下头颅，广结善缘。做起来不难，难的是你能不能从今天就开始坚持。只要你做到了，你家里的磁场马上就会不一样。好了，今天这堂课讲了这么多，我知道诸位老朋友听完可能转头就忘了。难是在这里在最后啰嗦一遍。第一，你要记住，家里的怨气和心里的狂妄是漏福最大的窟窿。回去以后在家里遇事千万忍一句，出门在外对不如你的人多点个头，给个笑脸。你管住了脾气，低下了脑袋，护住的就是全家的财气和风水。第二，你要记住，咱们的福报就像银行存款，受用账一旦刷爆，寿命的线就断了。回去以后吃饭只吃7分饱，水龙头绝不长流，买东西前先冷一天。你看好的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小物，其实你攒下的是自己晚年救命的口粮。第三，你要记住，福报死死攥在手里，只会变成消耗，发愿给出去，那才是真正的积累。回去以后把家里半年不碰的闲置死物通通捐给需要的人。每天早起在心里起一个善念，你把消耗变成了流通，这就叫给你自己的儿女攒阴德。这3点记住了，照着去做，老天爷不仅不会收你的福，还会把你的晚年垫得厚厚的。如果今天讲的这些因果道理让诸位心里亮堂了，对你们过日子有帮助，请动动手指给这个视频点个赞，点个关注，支持咱们这份善念继续在世间流通。你今天把这堂课转发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就是在帮他们敲响警钟，拦住他们漏福的窟窿。你这每一次转发也都是在为你自己和家人积德修福啊。最后啊，我再跟你们说句透底的话，你们千万不要小看文字的力量。人心里发出的每一个念头都是有着极其巨大的能量的。我希望每一位看到这里的老朋友都能在下方的评论区里真诚地留下你的一句善言。你可以写一句惜福积德，愿家和人安，也可以写一句截断贪念，愿福寿延绵。这不仅是随手打下几个字，这是你在当下给自己、给家宅种下了一颗极为清净的善种子。当千千万万个老朋友的善念在这小小的屏幕底下汇聚在一起的时候，那形成的正向能量场威力是不可思议的。你今天在这里写下的一句祈福，那一股慈悲温暖的磁场，最终全都会化作福气，清清楚楚地回向到你自己身上，回向到你的儿女和家人身上，护着你们全家无灾无难。